说，妈妈，我现在谈恋爱就等于失业啊。我高中同学80%女孩子都结婚有孩子了，而且一旦她们当了妈妈之后，就会成为一个团体，然后你同学聚会的时候就会成为一个个例。有一次家里的那个半夜洗澡的时候，忽然水龙头就爆水了，觉得自己是一只倔强的海燕在暴风雨中挣扎，你知道吗？在小镇那种氛围哈，就包括就是满街那个音乐场，你会觉得哇，我老了怎么办？那些广场舞看起来也很难。我到大城市，我就是去成功的。拜托，大城市那么多人。奇葩说第1季的时候，我完全是啥也没有，然后一个人傻了吧唧的就来北京了。我鼓励你有梦想，你也可以去追求，但是请拜托先给我一个心里踏实的。可能我无论以后做成什么样子，可能在他们的眼里还是一个在外面漂泊的这样一个浪子的一个形象。可能有一天你真的会成功，但是可能你奋斗的速度真的不及父母老去的速度。我们要原谅自己平凡的一生，然后在平凡的一生中寻找少见的亮光。我想和世界谈谈。晚上的时候跟自己谈，白天的时候和世界谈。我是马薇薇，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我想和世界谈谈》。我们刚才也讲啊，在大城市有大城市的难嘛，在小城市有小城市的难，但实际上人生是分不同阶段的嘛，对吧？那咱们刚毕业的时候，到底是留在大城市呢，还是回家？这里面呢，其实有一些读者表示自己很有问题。那我有一些问题啊，那我们让圆圆来读这个读者。来看一下这个很有问题的读者哈。网友诸多情节，他叫说我是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不过我是专科生，专业面太小，出路很小，家里人不断的说教，说你还是先考个公务员，找个工作，稳定了再说，别不考虑实际。这是他的问题。他这个问题很奇怪嘛，这就明显没考过公务员的人提出的公务员的问题。你以为你专科生，然后就业面很窄，找别的工作很难，考公务员就很容易了吗？考公务员超难的，好吗？本科生都不一定在公务员里有竞争力，一等的公务员都什么研究生、博士生，名牌大学毕业，还有出国回来的。哇哦，公务员队伍可难进了。他明显就是那种小孩儿，就是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对，但是知道自己有一堆不要的，对，就是父母的建议他也不要。你要真让他留在大城市，他也胆怯。是的，很多人毕业之后特迷茫，就心想先找份工作干着再说，干着干着说不定就喜欢了呢。那对于这部分迷茫的年轻人来说，是留大城市好还是回家乡好呢？你们觉得？我特别就是不支持这种，就是说我不喜欢一个工作的时候，我先干1年再说，因为它里面有个锚定效应。就是你的第一份工作实际上非常非常重要，就它决定你以后的收入，它也决定你以后走的路。那这时候你最好留在大城市，选择还多呀。你觉得不知道选什么的时候，选择越多其实越好。对，其实我身边有这样的案例，有的同学他们其实都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所以导致他们在毕业的时候非常的迷茫。这个时候他们很多的选择其实就是父母给他们安排的一个工作，可能公务员。可能就是一个国企上班，其实我觉得他们现在依旧不知道明天在哪里，所以其实我不太支持说留在家乡的点也是这个原因，还是要出去，你才能激起自己的斗志。因为在大学的时候已经有出版书，我很清楚写作会是很长一段时间的一个主业，但是我也会觉得有这种担忧，就是因为独立的就是自由写作者是很难的，我会觉得，哎，是不是像父母建议的，你最好还是有一个稳定的工作之后，然后你把写作作为一个
拓展自我实现的这个途径。所以当时我想得很清楚，就是要进高校做老师。第一呢，因为我妈妈是高校老师，她就会觉得第一，女孩子作为高校老师是听着也很好的一个职业，然后但是我想的就是有寒暑假，这样能保证我有时间去旅行和写东西专心的。但是事实证明，我想的太天真了。这是后话，对，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的，对，所以我果断的后来就告别上班族生活。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毕业之后，不管你有没有想法，你爸妈都希望你有一个稳定的东西做支撑。是，他们就说你可以去追求你的梦啊，你可以去什么大城市啊，但你一定要有个东西给我交代，让我知道你是确定的。对，就父母追求的就是确定性，啊，他们认为就是幸福就是确定。所以我爸妈当时也建议我说，你先找个工作，你再创业。后来我自己去创业的时候，就他们也非常焦虑，他们就觉得你没有一个稳定的东西做支撑。但我很清楚的就知道，如果你找到了那个稳定的东西，这是个悖论，然后那个稳定的东西就会让你不会再找其他了。穷则思变嘛，对不对对？你不稳定的时候你才思变，对你特稳定的时候你变啥？真的，对，是这样的。可能孩子在爸妈的眼里永远都是小孩儿。对，就我爸妈到现在，前段时间我拍戏的时候来看我，然后还对我说，如果你真的做不下去，你就回来吧。演艺圈还是不太稳定，就可能我无论以后做成什么样子，可能在他们的眼里还是一个在外面漂泊的这样一个浪子的一个形象，他们还是从内心打心底的希望你能回来，有一个很安稳的一个工作，这样他们会踏实。所以我觉得父母的心态有时候也很可爱。真的是这样，原来人人都如此，我也就放心了。父母的担心真的是真的跟他们那一代人的这个所受的教育和经历有密切的关系，会觉得对于这个变数的恐惧是根深蒂固的。所以这种情况已经很好了，我鼓励你有梦想，你也可以去追求，但是请拜托先给我一个心里踏实的，也要理解他们。我现在渐渐能够理解些了，对，真的。我超理解，我突然想，有一天我的狗跟我讲说，要出去闯世界，我都疯了，你知道吗？我就希望它就是到死我都知道它在干什么。哦，你知道吗？也是。大城市跟小城市切实发生在我身边的，就是从小，我们家都其实在一个很小的一个镇上生活。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忆很深刻，就我爸妈的一次聊天，下岗这个词深刻的印在了我的脑海里面。对。那个时候下岗对于他们来说，我觉得是一个很天大的事情，好像天会塌下来。但是其实现在我回过头去看下岗，那我们现在年轻人哇，好多都为了追求梦想辞职，然后去追求更好的职业。最近那个10年的变化速度远胜过去100年的变化速度。对，就是说你永远不知道一个安稳的体制会不会淘汰一个根本更安稳的你。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永远是拥有自己的能力吧，你自己有料，到哪儿都可饭吃。在父母那个年代啊，位置很重要，一个萝卜一个坑，我先把那个位置站稳了，我就稳了。在我们这个年代，能力很重要，什么意思呢？就不管我在什么位置上，只要这个能力是我自身所拥有的，我在什么位置上都不重要。我觉得这可能是2代人不同的差异吧。但是刚才我们讲的是大学刚毕业那会儿，其实离我们几个都稍微有点远了啊。就是说，像我们这个年纪啊，就我们几个算是在北京或者是在成都都混得还可以的，咱们不能说特别好吧，说自己特别不好，这也有点假，对吧？那像我们这种正在处于事业上升期的朋友们，如果突然遇到父母生病的话，因为我遇到过这种情况啊，这个那你们会怎么样选择呢？这里面也同样是有读者的提问的。来，小七，你来念一下。好的。网友酱酱困惑，我是在南京上学，毕业来到北京，在传媒行业待了3年，在一家公司刚做到管理层，突然我妈妈得了癌症，我老家在江苏的一个县城，我是独生子女，父母都在县城，工资很低，我很想回家照顾妈妈，但担心辞职家里没钱治病，我该怎么办？太沉重了，这说到这个话题，这个话题，其实我真的是想听薇薇姐先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我都还暂时没有遇到就是这么困难的问题过，但是我觉得您可能有更多可以。就是你可以把一个问题看得很沉重，但是你也可以把一个问题看得很积极、很励志，就很有力量感。
就是我发现我父亲得癌症的时候是14年的年初，然后胃癌，而且是晚期啊。当然不用担心的是，他现在还活蹦乱跳啊，因为整个手术的预后非常好。是吧？我们家人的心态都调整，就他生病的那段阶段，我就完全是在照顾他的。哦，在北京还是在在家乡？广州，哦，在广州，就是我们当时就是在那里大概待了2个月，那段时间是完全没有工作的，全心全意。对，全心全意的去就是说照顾我父亲。然后等我父亲的病稍微稳定了之后，因为癌症无所谓好不好，它只是存在病情能不能得到控制。是。等我父亲的病情得到控制之后呢，我就回了珠海，就是我前夫跟我一起在珠海生活，也没有顾上家庭，就跟他离婚了。就是人生2连击，你知道吗？就是特别感觉蔡某好的，这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这种真的是对，真的是屋漏偏逢连夜雨。我在那个时候，奇葩说找到了我，我去参加的奇葩说。奇葩说第1季的时候，我完全是就是说啥也没有，然后一个人傻了吧唧的就来北京了那种状态。不要让人家坐下，不礼貌，跪下。一直跟父母吵吵闹闹，但是等有一天他们真正闭眼的时候，你可以对你的父母说。你们这一辈子对得起我，我这一辈子也对得起你。很多人说，哎，薇姐，你再选一次的话，你会怎么做？如果让我再选一次的话，我还是会选择回去照顾我父亲。就是说原因非常简单啊，就是因为这一次生病使我们2个真正达成和解，而且使我父亲真正认可了我的能力。我从小因为没有按照父母的要求去走，所以我父母一直不认可我的能力。无论我其他方面做得多好，他们都会觉得说你走了邪路。对，这一次生病，我爸看到了我怎么样打理公司啊，然后怎么样去在医院安排各种事情啊，怎么样去照顾他呀。然后等他出院了之后，因为我其实有偷偷喝酒了，我30多还在家偷偷喝酒，爸妈不让喝嘛，管得特别严。然后我爸其实是个老酒鬼，但他病了之后就再也不能喝酒了。然后呢，我爸就说，就叫我到客厅，说来，倒一杯酒。我说爸，你现在不能再喝酒。他说倒给你的。然后说，然后拿给我说，现在你长大了，可以喝了。就我们就达成和解。这个真的。这是一个你几乎是想回避的问题。对，我之前有个同学，就是他特别教育我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刚毕业那个时候，然后各自都出来闯嘛，其实做的还不错。我出来创业，他在公司就是1、2年就做到了一个小管理层。就那时候正好就是春风得意的时候，然后他妈妈就得了那个叫什么癌。他那个时候的选择是，我一定得把我妈从老家带出来，因为北京的医疗条件更好。结果呢，他妈妈就在手术台上就去世了。哇，就是带出来去世了，然后这是他终生的一个遗憾的事情。我就跟他打电话嘛，好，然后他说他妈妈已经去世了。我说，然后呢？他说，然后我接下来要殡仪馆，然后来派车把他载过去火化。我说不会吧，我说为什么要这么着急？就是你太快了吧？你不要等一下就家里人过来做个告别吗？然后他说，如果不这样做的话，我不知道把我妈带去哪儿，因为在北京那个时候我们刚出来还没有房。哇，我觉得这个事情对我打击特别大，因为我们家我是老3嘛。就我年龄很小，我爸妈30多岁才有我，所以我很早就会考虑这些话题。我说如果真的有这一天，我既有能力就是回老家陪他们，不用担心工作跟事业，我又有能力把他们带到大城市，给他们很稳妥的，不管是医疗还是后事，就这是我给我自己的一个要求。然后我以前不觉得买房这件事是什么，我就觉得我不可能买不起房。你中2的时候，你觉得自己就是天底下第1名。啊，你不管是遇到什么挫折，你都觉得一定能克服。但这件事情告诉我说，可能有一天你真的会成功，但是，可能你奋斗的速度真的就那句鸡汤，你还不及父母老去的速度。然后你现在努力的程度就是他们受苦的程度，啊，直接的给了我暴击。其实对于我来说，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因为演员有时候很残忍的是，观众看不到镜头背后的一些故事。是，当他在演戏的时候，他要演一个很开心的角色，他在演的时候，然后被告知他的父亲就是离世，所以那个时候他是要顶着这个压力，然后去完成他的工作。我觉得他很坚强，他挺下来了，然后他就跟我说，他感触特别深，就是我们工作可以再找，
这个管理层没有了，我们还可以在，哪怕是用4到5年，我们还可以有另外一个管理层。但是父母的年华其实真的随着时间在流失，所以这也是我最近就是为什么我拍戏我也想让我爸妈来看我，我想让他们知道我在干什么，我的生活我想分享给他们，哪怕就是说可能跟以前过的生活天差地别，但是我也想让它融入我的生活。我其实挺同意刚才你们说的那一点啊，但是我们还有另外一层浅含的共识，就是的确大城市的医疗条件要比小城市好，所以留在大城市工作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有朝一日父母真的生病了，我是有能力把他接到我身边来的。而有些人是没有选择的，是的，就是他回家陪父母就没有收入了，那父母的病怎么办？对吧？然后他留在大城市呢，又没有那个能力把他接过来。其实我觉得这才是人生的难。如果是那种情况的话，真的、你要怎么选？你这个问题好催泪啊！就是可能，其实我父母还挺想让我回去的，然后他们也有说，其实一直想过来啊什么的，但是因为家里面也有很多事情割舍不了，其实挺难的，没有办法。我之前是比较担心他们的身体状况，就觉得说可能孩子在他们身边照顾会好一些，但是我现在又觉得我们全家可能我最不健康，所以但还是想说，如果离他们近一点，他们晚年如果出了什么事儿，我还可以帮上忙。因为这次我毕业季的时候，我爸妈来了，我就明显感到他们就还是老了。比如说存钱、赚钱，在以后他们生病的时候有一个实际的帮助。我妈来北京陪我了一段时间，等到他们退休了没有什么事儿的时候，我希望他们能够到北京，就是跟我住在一块儿，因为我希望就是我成长的速度能比他们老去的速度要快一点，稍微快一点点就好。因为我快的那一点，其实就是我能跟他们一块儿相处的那一点点时间。父母和工作，我们的理想和现实，头上的月亮和现实中的6便士，其实你永远不知道你应该攫取哪一个。对。刚才是父母丧，现在是你丧，就是你已经28岁了，一事无成，还有坚持待在大城市的必要吗？这说到你俩28，你们俩很幸运，你们就略有所成吧，对吧？也不能说是马云马化腾，但是起码呢，就是说也是在同辈中算是佼佼者了。大部分人其实都28岁的时候啥也没有呢。那你觉得该在大城市待着吗？并不代表你到了大城市就一定会成功，在小城市就一定混不好。如果这个时候你连自己负担自己的生活开销跟住房问题都是一个问题的话，那你是不是还要去啃老？这个问题其实很现实。那我觉得回去吧，因为我觉得人生很短，没有必要跟自己过不去。但是如果你可以，你觉得你还能坚持，我可以负担我自己，我不需要依靠爸妈，我觉得还要奋斗，那你就坚持下去。其实我觉得肖战是一个很接地气儿的偶像啊。就是大部分偶像到这个时候一般都是特别仙儿的，就是说坚持自我，坚持自我啊，追逐你的梦想、勇敢前进。他上来就跟我说，你要考虑一下你们家实际情况。我说太接地气儿了，但是往往是这种接地气儿的很有建设性。对。我就觉得28岁的时候一事无成是个很正常的事情。在西城，在朝阳，一套房500万拿不下。我是26岁毕业的，然后我到28岁才工作2-3年。那我再往前推一个4年，就是我本科出来毕业，7年赚500万，你觉得有可能吗？不是没有可能，大部分人做不到。所以28岁一事无成是很正常的。而这个时候决定你是不是留下来的原因是你未来要做什么。我倒是建议他，不是说做决定就是去大城市还是小城市，不要改变自己的职业选择，先把自己改变了。对，有些是人生他的有问题，价值观。你让我的那个小朋友就问我，家里的小朋友问我说，姐姐，我想到北京去当演员。他们对标那个对象可能是肖战，就他们，你知道吗？就是我想到北京当歌星，我要到北京去当那个主持人，他们对标的可能都是何炅、谢娜，就是他们是这样想的。但实际上呢？就是你要调整的是期待，就留在大城市里面，不是就是何炅、谢娜、肖战，就是你可能是一个婚礼主持，你能不能接受？就是你过来追梦的话，你能不能接受你在自己所爱的行业上是个平凡人？对，北上广小时候给我的一个感觉就很像一个造梦的一个
幻境，就一个造梦期。对，每个人都觉得我来，我就可以找到自己的宝藏。但是其实大家都不知道，拨开这个迷雾之后，其实有很多人在里面迷失了。所以我觉得大家也一定要保持清醒，就还是要坚持你想要什么，你这份工作是否值得你再坚持下去。对，我觉得这个就有一种固定的观念，就我到大城市，我就是去成一功的。定会好。对，我觉得我们大部分人都是要原谅自己平凡的一生。我其实最近很喜欢说这句话，就是我们要原谅自己平凡的一生，然后在平凡的一生中寻找少见的亮光，就是我觉得那样就很快乐。那小七你觉得呢？因为我的这种生活也好，一直都是一个很特立独行的一个状态，需要你一个很大的强大的内心。如果是普通人的状态，就是说你已经在大城市试了这么多年，没有碰撞出一条很清晰的路来，那你能不能尝试一下回家？这个回家可能不见得一定是回你老家，你有没有想过出去做点什么？我觉得这已经是一个非常提供很多个性化就业的时代了。大家不一定还是只盯着上班找一家公司这种途径。真的，之前我听那个一席上边有一个演讲，一个学 AI 的，就是高科技尖端人才一个青年去养猪。我觉得既然如果之前没有碰撞出什么来，那你就换个地方碰撞呗。对，就是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嘛，对不对？可能城市不适合你耕耘，田里很适合呢，对吧？好，我们来看一个啊，这个故事是这样的。哇哦，保研人大清华博士后，在美国实习，手握着金光闪闪的履历，时因却走上了一条不同寻常的创业之路，回家当农民。听到没有？你回家也可以当农民嘛，对不对？也是创业哈。啊，也是创业嘛。从09年回国至今，这个河北姑娘已经先后创建了属于自己的基地和品牌，拥有200多亩农场，如今年收入800多万，比在北京强多了。用自己的双手在这片土地上开辟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但他不逃离北上广，估计也很好。哎，我觉得你这个思路对，就是这种人啊，他有可能是在哪儿都活得很好。对。说起来，人家是那么光环的经历去当农民，不是的。我觉得这个选择一般普通人做不出来，你没有那样的眼界，你认识不了，就是这个行业是个契机，是一个风口，对吧？网友春上春花的疑惑，哎，挺文艺。14年毕业，今年28岁，工作第5年，存款负18000，你怎么搞的嘛？刷了信用卡和花呗。从毕业到现在没给过家里1分钱，因为真的没钱，至今单身，被家里人催婚。家里期望的我是待在老家存钱，在老家找个凑合的人就行了。自己在外面也挺孤单失意的，但想到回到老家也心有不甘。这不是我们刚才说的那种情况吗？对吧？对。就是，其实所有的问题都来自于没有目标，所有的问题都来自于，也可能来自于没有钱。比如说看他作为什么行业，比如说那是在投行工作或者律师，你真的要跟着老板去抛头露面，那可能买行头对一个刚毕业的学生来说，他真的存不下钱，真的存不下钱，真的存不下钱。这种压力也很现实。所以我们给这个小孩的建议就是说，能不能少花点钱？年轻的时候不是不要花钱，而是把钱花在能让自己成长的地方，是的，而不是说就是说人云亦云的去花钱，也是一种虚荣消费。而经济自由其实是个伪命题。对，你想要的那么多，什么时候能自由？真的不得自由。肯定有网友会说，咱们站着说话不腰疼，说你们几个人啊，谁也不缺吃不缺穿的，然后还在节目上臭白话，这跟马云不差钱，对吧？普通人马化腾有什么区别呢？对吧？肯定会遭到这种嘲讽的。但是实际上，我能理解马化腾和马云为什么会说，可能是年龄到了啊。我觉得就是，可能一个人的消费在一生之中就是有限的。对，一个人的消费。然后当你不愁吃穿之后，你肯定想的是，哎，我为什么还这么痛苦？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情绪自由其实是最宝贵的，而是我们一生其实都很难得的。是的，非常宝贵。我们今天聊了那么久啊，到大城市去打拼还是回家，其实本质上并不是一个买房买车的问题，对，这不是一个物质问题，是的，这最后是一个心灵问题，就是你在哪个地方你更能获得精神的满足。对，我最大的感受是，我会选择留在大城市，而选择留在大城市，留在这个圈子，最重要的原因是，永远能跟最有意思和最优秀的人进行谈话，这些就是我一生的书籍。
每个人都觉得我来我就可以找到自己的宝藏，但是其实大家都不知道，拨开这个迷雾之后，其实有很多人在里面迷失了。我留在大城市里面不是就是何炅嫌辣椒站，就是你过来追梦的话，你能不能接受你在自己所爱的行业上是个平凡人？长得比你漂亮又比你聪明的，你出身又比你好的人都比你勤奋，你还在干嘛呢？社会对我们最大的考验是在于这份考卷是没有考题的，不知道问题是什么，也不知道答案是什么，你只管往上写，这个时候很多人就陷入了迷茫。